如果我告诉你，为了节能而全面普及的 LED 灯，可能正在像上个世纪的石棉一样，成为一场被我们忽视的公共卫生危机，你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就是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教授 Glenn Jeffrey 在 Huberman Lab 最新一期访谈中抛出的重磅警告。这期长达2小时的访谈，彻底颠覆了医学界对光的认知。为了制作这期视频，我把这期内容庞杂的访谈做了深度梳理，把其中最核心的干货提炼成了一份高密度的光生物学行动指南。你看完这一期，至少能搞懂3件事：第一，为什么现代 LED 照明可能正在让你的线粒体窒息，甚至导致血糖失控；第二，为什么科学家发现线粒体其实不直接吸光，而是靠身体里的水来充电；第三，这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会给你一套经过实验室验证的方案，如何用几十块钱的设备，甚至仅仅是换个灯泡或者养盆植物，就能逆转视力衰退，改善皮肤和代谢。这不仅是科普，这是自救。我们要理解这一切，得先搞懂一个物理学原理。正是因为光波长的能量特性不同，导致它们对我们身体，也就是生物学层面的作用，被分成了截然不同的2种，一种是带冲击力的，一种是充电的。那些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短波长，比如蓝紫光和紫外线，它们的频率极高。教授形容它们带有一种 kick， 也就是冲击力，这种力量大到能打断化学键，改变 DNA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晒伤，你的皮肤变红，其实是在阻挡这种能量深入体内。而700纳米以上的长波长，也就是红光和近红外光，它们没有这种破坏性的冲击力，它们是纯粹的能量载体。接下来这个知识点是这次访谈中最让我震惊的。过去大家都以为线粒体，也就是我们细胞里的电池，是直接吸收红光的。错， Jeffrey 教授修正了这个观点。最新的研究发现，线粒体本身并不怎么吸光，真正吸光的是包裹在线粒体周围的纳米水。教授打了个比方，线粒体里有个像马达一样的泵，在水里旋转来制造能量 ATP。如果你周围的水像糖浆一样粘稠，马达就转不动。但是当红光照射进来，水分子吸收了光能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水的粘度降低了，就像润滑油变稀了一样，那个马达突然开始疯狂加速。于是，你的身体凭空制造了更多的 ATP 能量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红光能抗衰老。它不是在修补机器，它是在给机器换顶级的润滑油。理解了红光的好处，你就明白为什么现代 LED 照明是个大问题了。为了节能，普通的 LED 灯去掉了所有发热的红外光，只留下了可见光，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反自然的蓝色波峰。这就像你的饮食里只有糖，却没有任何蛋白质和脂肪。在实验室里，当小鼠被饲养在只有 LED 的环境下，哪怕吃的一样，它们也开始发胖，患上脂肪肝，甚至心脏和肾脏都出现了萎缩，因为它们的线粒体一直在受损，却得不到红光的修复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我穿衣服呢？光能进得去吗？教授的团队做了一个实验，结果让所有人都傻眼了。不管是穿衣服还是穿透人体组织，红光和红外光的穿透力极强。他们把红光照在人的后背，探测器竟然能从胸前接收到信号，甚至红光能直接穿透你的头骨，作用于你的大脑。这不仅仅是照光，这是光在你的身体内部进行深度散射。听听这个实验，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喝下高浓度的糖水，然后在他们背部，注意，仅仅是背部的一小块皮肤照射红光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们的血糖峰值竟然降低了20%以上。这意味着背部的线粒体吸收了红光，通过血液向全身发送了信号，兄弟们，开工了。于是全身都在协同消耗血糖。如果你觉得血糖离你太远，那视力呢？视网膜是人体代谢率最高的器官，也是衰老最快的地方。Jeffrey 教授的研究发现，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，仅仅是给眼睛一点点红光刺激，色觉辨识能力就能提升20%。但这有一个巨大的时间窗口秘密，必须是早上。实验数据非常残酷，早上的线粒体在全力生产能量，这时候给红光，效果拔群。而到了下午，线粒体就进入了维修模式，这时候照光几乎无效。而且这就像一个开关，你不需要天天照，每周照一次，效果就能持续5天。
好了，原理讲透了。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是我该买什么，怎么用。根据访谈内容，我整理了3个层级的方案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。首先是第一种，也就是极简实验室版。在 Jeffrey 教授的示例实验中，他们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波长在670纳米左右的红光手电筒。这种手电筒其实很灵活，哪里不舒服照哪里，比如背部或者关节。为了方便大家，不用到处去搜参数，我特意找了2款网上口碑不错、参数也符合的产品，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了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。至于怎么用，如果你是想复刻教授那个逆转视力衰退的实验，这里有个核心逻辑，视网膜是身体里代谢最快的器官，所以它对光最敏感。操作上有3个铁律：第一，时间，必须在起床后到上午11点之间使用。第二，操作，把手电筒放在眼前舒适的距离，不需要贴着眼球，闭上眼睛。红光穿透力很强，能穿透眼睑。第三，时长，每天3分钟，或者每周做1次也行，因为它是开关效应，按一下就把线粒体激活了。第二种方案，我们把它称为消费升级版。如果你觉得手电筒拿在手里很累，或者你主要想兼顾面部美容，那可以考虑佩戴式的红光仪。比如我自己用的就是 Current Body 的红光面罩，算是市场上做红光产品很出名的牌子了。它的波段是633纳米的红光加上830纳米的近红外光，完全符合我们今天讲的红光修复、红外功能的原理。为了方便大家对比，我也把这款产品的链接，还有今天提到的一些相关装备都整理进我的亚马逊商店了，链接都在描述栏，大家按需自取，丰俭由人。最后一种是环境改造版，这里有2个被严重低估的神器。第一个是换灯泡，把你台灯、床头灯的灯泡换成老式的卤素灯或者白炽灯。它们虽然费电并发热，但那个热其实就是红外光。教授自己就在厨房装了一个卤素灯，每天早上他在厨房磨蹭的那45分钟，就被动接受了全光谱的光疗。第二个神器完全免费，就是植物。访谈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你在烈日下摸植物的叶子，它是不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植物会把阳光中的红外线反射出去。实验发现，窗边的植物其实是一个天然的红外线反射板。甚至有研究显示，仅仅是在城市里多增加树木，居民血液里的压力和炎症指标就会下降。所以，把你的工位挪到窗边，多养几盆阔叶绿植，让它们帮你把阳光里的红外线弹到你身上。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我有激光笔，能不能照？绝对不行。访谈中，教授反复强调，永远不要用激光直射眼睛。激光的能量太集中，会在视网膜上形成交散线，也就是高能灼烧点，那是会致盲的。我们用的是 LED 散光，这2者天差地别。最后我想说，光不仅仅是用来照明的，光是食物，光是信号，光是生命的原动力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省流版总结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出红光2个字。如果你想买设备，记得看清波长参数。我是逆龄研究所，我们要用科学武装大脑，然后去晒真正的太阳。我们下期见。